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93阅兵背后原因，为什么吴京、王一博、赵露思都没上观礼台？今年93阅兵场面真不小，朋友圈里全是激动的视频和照片，大家看得热血沸腾。能站上观礼台的人，可不是随便抽签选的，都是凭本事来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平时热搜常客的流量明星，一个都没见着？按理说，请几个大牌来，气氛不更热闹吗？可偏偏一次都没有。我搜了一下，其实央视早就说过原因，有些人摇头晃脑，德不配位，真不合适。现在当明星太容易出名了，发个短视频，炒个话题，转眼就火。但名气越大，责任也越大。可有些人的表现实在让人摇头。就说吴京把《战狼》系列一出来，那真是燃爆了，他成了硬汉代表，票房炸裂，人气飙升。可后来几次采访，画风有点不对劲。他说自己是多尔衮后代，祖上还是正黄旗，家里男丁必须习武，听着挺厉害。结果一查，多尔衮家是正白旗，没儿子只有女儿，而且清朝总共才100多个武状元，八旗子弟才出了3个，跟他家根本对不上号。没过多久，他又改口说自己只是满族后裔，这还能理解。可在后来上央视聊起坦克和枪炮，又开始信口开河。他说坦克没后视镜，枪炮不长眼。结果租坦克的老板出来澄清，大多数坦克都有后视镜，只是位置隐蔽。阅兵直播画面也证明了这点。这一下尴尬了，他还不以为然地说，就不告诉你，不然观众还买票看电影吗？这话听着多少有点飘了。电影成功离不开大家的爱国情绪，但他好像把功劳全归给自己了。再说王一博，这小伙子确实拼，从默默无闻到顶流，一路不容易。陈情令让他翻红，活动一场接一场。可有一次在活动现场，他要在白板上写到就这么4个字，愣是卡住了。助理小声提醒，油字还是写错了。更离谱的是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。你说这种文化素养，国家重大场合能请你吗？不是看不起谁，而是这种场合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还有赵露思，她一直走甜美路线，发展顺风顺水。中法建交60周年活动，请她当宣传大使，本来是件好事。结果他在公河张嘴就说成40周年，工作人员赶紧提醒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脸都红了。更奇怪的是，他还在那儿讲一堆跟主题没关系的事，场面一度冷到冰点。这事还没过去，又爆出假助农风波。他一边控诉公司压榨，一边突然变身带货主播，说要帮农民卖东西，说得感人。网友纷纷下单支持，结果很快有人扒出，所谓的助农项目水分很大，产品来源不明，退货困难，人设瞬间崩塌。解约还没完，带货又翻车，热度是有了，口碑没了。回头看看这次阅兵的观礼名单，你就明白什么叫实至名归。5万多人的观礼台，普通人也有名额，但能站上去的基本都有2把刷子，奥运冠军、科研专家、一线劳模，全是为国家拼过的人。体育健儿们拿金牌，科学家们搞突破，他们站在那儿，没人有异议，那是用汗水换来的荣誉。娱乐圈也不是没人去，老戏骨张凯丽就在现场，看到部队走过时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他有过军旅经历，那一刻的情绪真实又动人。还有董宇辉，很多人认识他是靠直播带货，但他原本是个老师。他讲课有文化，推荐书单有深度，
连旅游都能带出人文味儿。他被邀请，不只是因为粉丝多，而是因为他真的在传播有价值的东西。活动结束后，他没发自拍炫耀，只在采访里说了一句：“特别获家3代人也来了。”香港望族几代人都在为国家做事，这份传承比流量珍贵多了。能站上那个位置的人，不一定最红，但一定有分量。他们有真本事，有责任感，更重要的是，心里装着国家。明星也是公众人物，影响力大。你说几句错话，写几个错字，可能自己觉得没事，但在关键时刻，这些都会被放大。真正的榜样，不是靠炒作出来的，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能力要配得上位置，德行要撑得起名气。最后，我觉得国家给谁机会，其实是在传递一种态度。它告诉我们，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。不是谁声音大谁就该被看见，而是谁默默付出，脚踏实地，谁才配站在光里。这个社会需要偶像，但更需要有血有肉、经得起考验的榜样。我们追的不该是脸，而应该是那份沉甸甸的担当。93阅兵背后，为什么流量明星没能登上观礼台？93阅兵再一次让全国人民心潮澎湃，整齐划一的步伐，气势如虹的钢铁洪流，让人热血沸腾。而站上观礼台的每一位嘉宾，同样备受瞩目。不同于一些娱乐活动，这个位置的分量极重，它代表的不仅是荣誉，更是国家对个人的认可与肯定。然而，细心的观众发现，这一次观礼台上并没有出现流量明星的身影。吴京、王一博、赵露思等常年热搜的艺人，一个都没有。为什么？流量与分量的区别，在娱乐圈，流量意味着曝光，意味着关注度。一个短视频，一场话题炒作，就可能让人一夜成名。但阅兵观礼台上的席位，从来不是用来增加热度的，而是用来表彰那些真正实至名归的人。这就涉及一个关键的差别：流量可以轻易制造，分量却只能靠实力和担当累积。吴京，口碑与争议并存。吴京凭借《战狼》系列一度成为硬汉代表，他让很多人燃起了爱国激情，甚至被视作国产军事电影的里程碑。然而，随着人气飙升，他在公众场合的一些言论却逐渐引发争议。比如，他在采访中声称自己是多尔衮后代，祖上为正黄旗子弟，但史实却并不支持这种说法。后来，他又在央视节目上讲解坦克和枪炮时出现明显错误，还用就不告诉你来搪塞质疑。这些看似小事，却足以让人怀疑他是真正的军武研究者，还是把爱国情绪变成了卖点。在国家最高规格的场合，显然需要更加严谨、更加可靠的形象。王一博，顶流却缺乏底蕴。王一博从默默无闻到顶流，靠的是努力和机遇，但在文化素养方面，他的短板屡次被放大。最典型的是，在公开活动中，他连油字都写错，甚至签名写得歪歪扭扭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或许只是小瑕疵，但对公众人物而言，尤其在代表国家形象的场合，这样的失误就显得格外尴尬。阅兵观礼台需要的是能够传递文化自信的人，而不是因为低级错误而引发争议的人。赵露思，甜美形象下的翻车记录。赵露思凭借甜美外形收获了大量粉丝，发展势头看似顺利，但她在一些重大场合的表现却频频失误。在中法建交60周年的活动上，她竟然把口号说成40周年，场面一度尴尬无比。更糟糕的是，她还曾因假助农风波遭遇口碑危机。带货本是件好事，但如果沾上虚假宣传，就会让公众质疑她的真诚度。这类争议让她的公众形象显得浮躁和轻飘，
与庄严肃穆的阅兵观礼台格格不入。谁才配得上观礼台？回顾这次观礼名单，很多人会发现，真正站在那里的人，不是流量明星，而是奥运冠军、科研专家、一线劳模。他们凭借汗水与智慧，为国家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。老戏骨张凯丽也在现场，他曾有军旅经历，看到部队走过时流下眼泪，那份真情打动了所有人。还有董宇辉，他不是因为粉丝多才被邀请，而是因为他能通过直播传递文化与知识，展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。这些例子充分说明，国家在选择代表时，更看重的是价值与担当，而不是热度和粉丝数。真正的偶像是什么？明星的确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，但这种影响力必须与责任相匹配。一个字写错，一个事实说错，可能在娱乐综艺里无伤大雅，但在国家形象面前，就是不可忽视的瑕疵。阅兵观礼台传递的信号十分清晰，能够站在那里的人，不一定最红，但一定最有分量。他们不仅有真本事，更有责任感和家国情怀。对比之下，那些只靠流量堆砌出来的明星，若没有足够的沉淀与修养，自然无缘这样庄严的场合。国家需要的不是流量偶像，而是值得尊敬的榜样。社会需要的不是谁的声音更大，而是谁的付出更真。